尊敬的军分局首长，因我身份属绝密，所在部队领导并不知晓，故越级上报。现我内线被直系军阀抓捕，营救未果，亟待行动。内线虽系北洋军阀军官，但为我国民革命军提供诸多情报，理应救治。据可靠消息，此人目前被转移至直系军阀陆军医院。我在此立军令状，会在损失最小范围内将其救出。特恳请首长批示。国民革命军护卫队队长石毅。请出示证件。混蛋！见到军官你应该先敬礼。对不起，请出示您的证件。我是傅哲明中校，司令部让我们带走犯人。可是武平上校有命令，我们不能。你不知道武平上校也要服从司令部的命令吗？是。对不起，我们接到指令，只有武平上校才能提审犯人。武平上校是你什么人？回答我的问题。是我们的长官，中校。那我又是什么人？也是我们的长官，中校。很好。但是我和武平上校都是军人，军人就必须服从军令。难道你连这都不知道吗？我看你们是在这里站岗站久了，不知道什么是规矩了。都给我立正！敬礼！扎实！立正！向右转！你们两个转过身来！你们两个押着犯人，我要让你们知道军人应该干什么。走。混蛋！都给我转过来！你们都在这里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武平上校，一位叫傅志明的长官正在这里训练我们。在这里训练你们？他人呢？我们也没看见，应该是刚刚离开的。他们几个人2个，一个中校和一个副官。集合，给我抓住他们，绝不能让他们跑了！追！得到线报，革命军扮成我军士兵，想在南街巷抢劫犯人。我们会在暗中布控，绝不能让革命军劫走犯人。不要打死犯人！把头套摘掉。不是我们的犯人。散开！
那么多手榴弹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炸军火库！哎，刚才没吓着你吗？司令部让我们带走犯人，军人要服从军令，知道吗？我看你们是在这里站岗站久了，不知道什么是规矩了。好，给我立正。是来救我的吗？你这不是废话吗？不是来救你的，难道是来杀你的？你才废话呢！行了，军火库被炸，军阀被吸引的差不多了。二愣子上火，你们俩打头，你躲好。是，动。在这里，走。给我追！是来救人的，不是来吃姜子儿的。保护他的前提是你得先活着。
快，交战掩护，走，走。他还活着吗？活倒是活着，但是得尽快止血线，不然怕不行了。还得用垃圾车把他俩塞进车里，然后从沙龙负责挖出的南城车里。让我去。你去什么去？你对武长城又不熟悉，去找死啊！赵金刚，有上，是。抓住他们！又咋了？抓住叛逃的沙龙！我的去，还真分出门来了！哎，别他妈给我打！这下真死定了！我去，救！什么情况？难道这个土沙蛋子被打了？不对啊，都说好了在这儿接应他，他应该把军阀引到这儿啊！哎呀，军阀要真追来，还等得进你的埋伏圈再打。赵建刚，有，你带3连，赶紧看看前面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其他人向前移动，做好战斗准备。是，上，跟我来。你要是死了，沙龙也许会安生的。你说什么呢？是我让他投靠革命军的吗？还不是你整天怂恿他。他要是不来投靠革命军，现在能被打吗？还不如在武长城日子过得跟神仙似的。我是沙龙，快救我！同志们，掩护投诚的沙龙，狠狠打毒贩处的追兵！够意思！弟兄们，援军来了，给我狠狠的打，送死军阀戒严法去！哥，你不是跟革命军说好在下铺接应吗？怎么还打呀？我都忘了这茬了。弟兄们，撤！撤！督办处的大队到了，把他们引进埋伏圈，撤！
出埋伏了，到处都是革命党！齐声增援！齐声增援！齐声！士兵们，撤！快撤！ 上！老乡，老乡，没事吧？有共军，给我打！水一队长，你带护卫队先撤。 你是干什么的？报告武平少校，我叫熊井一郎，是日本驻武昌的报社记者。你认识我？我是记者，必须熟悉驻武昌城所有校级以上军衔的军官。为什么穿我们中国人的衣服？ 你在这里做什么？穿你们的衣服是为了行动方便。至于做什么，吴大帅同意我把有关报道向我们日本军部通报。我的工作结束了，再见。等等，你说话的口音很像广东人。武平少校好耳力，我确实是在广东学的中国话。 这个时候广东已經好嘢做啦。答我嘅問題。给我追！
老板，给我拿2瓶好酒。军爷，您之前把酒都拿走了，我这里真的没有了。什么？没酒？开酒馆的敢跟我说没酒？军爷饶命啊！你总是不给，看你这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真没有了。没酒，我让你永远开不了店。军爷，有没酒？军爷别打了，敢说没酒？不起呀，军爷，不能砸了你店！去死吧你！站住！什么人啊？追！哎，来了，来，各位您慢用啊！好好，哎，你先慢用。尝尝这糕点，真不错呀。好吃啊！来，你再尝尝这个。哎，过来，快来！那不是大邓公吗？就是他。我去报告袁司令。哎，回来！哎，你报告屁袁司令啊！报告袁司令，别人抓着咱就没赏钱了，咱们直接把他给抓回来。走。人不见了没有？哪儿去了？你们是来找我的吗？革命军饶命！饶命啊！你千万别杀我！知道我是革命军就好，回去替我向老狼带个话。有本事他的通讯兵连茅房都别上，否则出门就是死。
大哥啊，这小疙瘩是真丢了吗？这不会是革命军故意考验咱们吧？是啊，一个大活人咋会凭空没了呢？我要是知道咋没了，不早就找着人了。啊！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，接着找。这都2天了，这老鼠洞恨不得都打穿了，哪儿找啊？嘿你就会跟牛四金学是不是？啊！我说一句，你8句在这给我等着。你是大哥，我叫你大哥得了。哎，小弟不敢，小弟不敢。接着，接着，接着。什么人？有埋伏！散开！部队在最短时间内要想成功拦截军阀，最佳地点在这里——一线天。这里地势开阔，四面环山，火力齐发，定能挡住军阀。成功拦截后，基干连和民兵连负责阻击北上之敌，在这里。我带4连在乔龙坡设伏，袭扰作战。以防军阀利用重武器发动攻势。赵队长率1连5连正面迎敌，防止军阀狗急跳墙，利用卡车冲破包围圈。没问题，但是需不需要再派一支队伍迂回到军阀背后作战，争取全部吃掉？你赵师磊的胃口可不小啊，但时间紧迫，要想在军阀的身后作战，怕是好菜全部都凉了，因为军阀有卡车，起不到好的效果。便宜了这帮龟孙子。部署得很周密，我同意这个方案，执行吧。是。命令部队火速出发。是。有件事儿我不得不提醒你们一下，这份电报是田妞接收的，我们不能不防其中有诈呀。我之所以留下了部分作战部队，就是担心这个。您放心吧，我会带田妞一起参加战斗。如果他利用电文欺诈我们，那里就是他和小军阀的葬身之地。华清啊，让你派的人出发了吗？出发了，分为3路去侦察敌情。好极了，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。瞄准了再打，不要浪费1颗子弹。
田正，来！哎呀，你知道我为啥要把你带到战场上来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你就跟来，还一点都不害怕？难道你就没想起点什么吗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跟一个叫11的一起并肩战斗过。小心！在想什么呢？你应该赶紧派护卫队绕到军阀身后，要不敌人就跑掉了。王大小姐真是厉害，不但懂得兵法，还知道套我的话。行了，感谢你替小哥的接收电文，让我们提前拦住了敌人。我们在战场上，说不定哪颗榴弹就会要了我们的命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不承认自己的身份吗？也许我叫黄家慧，但你也得承认，你是11吧？不，你不是黄家慧。你叫黄家贤，是黄家慧的亲妹妹。说吧，你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身份？是不是有难言之隐？说出来，也许我们革命军会帮助你。行了，别再跟我玩捉迷藏了。你就是黄家贤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很清楚我在跟你说什么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的部下都被军阀抓走了。老狼用他们的性命来威胁你，让你到我们驻地打探11和我们国民革命军主力部队的准确位置，对吗？哎，我说你到底是来打仗的还是来聊天的？因为我知道战斗的结果，听着枪声就知道小军阀已经开始后撤了。赵队长，军阀后撤了！穷寇莫追！如果黄大小姐再能坦诚相对，这场仗打得就更完美了。哼，如果能真正推翻北洋政府，那才叫完美。我牛四金绝对不会放弃你的。无论你到哪儿，我一定要找到你。我现在就去找营长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哎，大哥！别开枪！自己人！什么自己人？我打死你！混蛋！要不是我给你们开锁工具，你们逃得出来吗？你站出来，我才能相信你。你是谁？枪声在这边，快！想活命，快跟我走！走。留下他当人质，对我们也许很有用。拉着他，走。哎呀，疼！我们隐约听到了枪声，什么情况？不清楚，但听枪声好像是从北街传过来的。北街？啊，那里不是有战士巡逻吗？为什么没人来汇报情况？是啊，这时候应该有战士过来汇报啊。不，这都什么情况？营长、副营长，不好了！小李子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不好了，本连真二和那个士兵逃跑了。哎，行了，
快起来吧。安全了吗？快告诉我，还有谁看到这一幕？出事后，我立刻让战士封锁了外围，目前除了你们，没有任何人进来。绝不能让别人再看见你们活着了。哦，找小李子，让他拿麻袋血浆，我们得让你们消失。是。快说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事情发生的太快了，当时我们听到声音就走了进来。这片废墟是什么地方？这是我们直系部队的一个临时指挥部，1年前被11的护卫队给突破了，指挥官和半数人员全部阵亡，现在就剩下一片废墟。这些难道你都不知道吗？11，那他们的指挥官就是吴九生少校了。对，就是他。可是吴九生阵亡的时候，你应该被关在革命军总部的大牢里，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如此巨大的胜利，革命军早就传遍了。就算我不想知道，也差不多已经知道了全部的细节。目前这里是安全的。那个黑衣人是谁？我想，一定是给你送开锁工具的人吧。大哥，什么意思呀？啊？你脸上的疤。他在问你话呢，为什么不回答？你想让我回答什么？你是不是认识他？跟我们日本人说话，你最好给我客气一点。我怀疑你根本就不是本田真二。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混蛋！你竟敢拿枪对着我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必须把这件事情弄清楚。从刚才到现在，这个人已经叫你3次大哥了，你怎么解释？我说了，我不知道。有本事你就开枪啊！革命军不敢杀我，你也不敢。沙处长，知道我为什么会让你当北洋政府外务督办处的处长吗？好，卑职愚钝，还请司令明示。因为你长得很像之前日本人派来的本田真二。敢问司令，我们长得有多像？身高、体型都非常像了，甚至连你做错了事，我都不能杀你。本田真二阁下，你是本田真二阁下。你是谁？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一只狗二的，别杀我，别杀我，误会了，我那个认错人了。那个要不这样，我们各走各的路啊！我发誓，我不会告发你们的啊！说，你怎么会认识他？快说！我大哥在老狼，不是，袁司令告诉我大哥的，袁司令。我一定会向司令证实你的话。现在你告诉我，你大哥又是谁？是沙龙，他带我们向革命军投诚的，投降。这么说，你叫牛四金，是沙龙的副官，叶百合是你嫂子，对吧？对，哥你认识我，那太好了。闭嘴！你在革命军待了那么久，
难道就没有见过他和沙龙吗？难道你被革命军抓到以后，认识了很多人吗？在牢房你不让我杀士兵，现在你又不让我杀他，我怀疑你有问题。牢房里的人我已经亲自清理掉了，留下他，是因为我们需要人质。对不起，阁下，是我太谨慎了，留他活口确实有用。以后你再敢拿枪对着我，我就把你踏为齑粉。哎呀，大哥。看来他是走不动了，要不咱们休息会儿吧？我对这里不熟悉，我们还要走多久才能到武长城？照咱们这个速度，怎么着也得8、9天。对了，翻过前面那座山，应该就快到了。得找点水喝，不然我们都会渴死。我去。别开枪！我是速查局的，自己人。
刚才这孙子说什么？管他说什么，把我们当自己人，那肯定就是军阀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还不放下枪？哼，你不是废话吗？我们是来打军阀的，难道还得给你个拥抱啊？别动！这边有情况，走。人啊，是不是水来了？啊，我要喝水。这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？赵世磊，这次我们9道军正儿八经救了你们革命军，这账怎么算？哟，到底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？这怎么还睡一位啊？过去。这怎么又一个呀？怎么回事？这是？大哥，这家伙啊是个军阀。哎，我估计啊，这2个人呢，8成是被他打伤的。不能吧？军阀打伤他俩，那怎么还能让他拿着枪哟？来，怎么个意思啊？啊？跟我们一样，穿军阀的鞋，也是为了迷惑别人啊？你也是军阀吧？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！放下！嘿，我去！哎，还挺有劲儿。拿着。说吧，你们到底是哪儿的？督办处、搜查局、侦缉队还是行动队的？快说！你们直系部队那么多乱七八糟的部门，你到底是哪个部分的？来，起来。告诉我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大哥，你不9道军吗？哎呀，干什么你？到这儿了你还敢动手？信不信我毙了你？等等，九号。不对，我咋总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他似的啊？转过来，转过来！好像是有那么点眼熟，在哪儿见过？哦，大哥，你先说。什么叫我先说？你没想起来呀？啊，那你哦个什么劲儿？哦！我不是以为达哥想起来了吗？哎呀，都别想了，我们一块儿和赵石磊打过军阀，你们忘了？啊？你见过他吗？哎呀，见过，你仔细看看我。上次打仗的时候，我就这胳膊受的伤啊。没见过，大哥，要我说啊，这小子肯定在诈咱们，他肯定知道那天晚上的事情。你想啊，那天晚上那么多人，谁认识谁呀？别想了，他就是个军阀。说你是不是军阀？饶命！我不是军阀呀，我叫牛四金，是革命军护卫队的。大哥，你忘了，我牛四金呢？大哥，他刚才说什么？护卫队？你还革命军护卫队，叫什么牛四金？就你这副长相，还有你那破名字，你叫牛8斤也不好使啊！他就是个军阀。说得对，革命军个个都是硬骨头，从来不会喊饶命二字。你就算不是军阀，那也一定是卖国贼。弟兄们，对待军阀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杀无赦！住手！赵副营长，你们可来了，救我！我就纳闷了，怎
什么一到关键时刻总能遇上你这个丧门星？啊？你刚才管他叫啥？赵副营长。还副营长？怎么个意思？光凭一张嘴能说会道的，你就当上副营长了？哼，爬得够快的呀！不好意思，我是又碍达哥的眼了。哼，这又是哪位啊？国民革命军第1团猛虎营营长梅山海，很高兴能认识达贵人。行啊，赵师磊，这回你把政委都给搬过来了。嘿，怎么着，又要给我做买卖呀？达贵人，请你不要误会，我们来这里不是要和你做买卖的。他们是我们革命军的俘虏，必须让我们带回去。他们现在是我们9道军抓的军阀，必须就地正法。对不起，我们革命军有纪律，俘虏是不能随便杀害的。什么破纪律？我打心眼里就不喜欢你们革命军这些破纪律，还杀害？你用词挺文雅呀。我手下也有兄弟被军阀抓了，可军阀却把他们都给杀害了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为什么要放军阀一条生路啊？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这是我们革命军的规定。什么规定？哎，好了，都别争了啊！大家呢，这都是打军阀的队伍。俗话说得好啊，不看僧面看佛面。这个是你的吧？啊，我的。哎，我刚才说到哪儿来着？啊，我觉得你我也是有缘分，就请大哥放他们一条生路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赵石磊是冤家，没有任何缘分，还放他们一条生路？他们是谁？他们是杀害我们老百姓的反动军阀。咱远的地方就不说了，就说在湖北，他们干了多少丧尽天良的坏事。前几天，李村的百姓被军阀杀的尸体都堆成了小山。要不是我们出现，军阀哼着小曲，一把火就给他们点了天灯。刘家坡老老少少300多口人被军阀活埋，还有林子庙，连人带庄子，一把火被军阀给烧成了灰烬。我老婆也是被他们活活给烧死的。我达贵人没啥文化，最远的地方就是去过武昌城。2位大长官，你们学问的，见得多，听得也多。军阀干过的坏事，你们见得比我多了吧？他们勾结洋人，瓜分国家土地，划分租界，他们就是卖国贼。现在就因为你们什么破纪律，军阀被俘虏了就要优待。好，那我倒要问问你们，你们革命军，还有我那些负了伤、被军阀就地枪决的弟兄，又算怎么回事？他们的冤魂向谁去讨个公道？难道这笔账就这么一笔勾销了吗？达贵人，反动军阀对中华民族犯下的罪行，将永远烙印在历史的耻辱簿上，这是绝对不可能一笔勾销的。但是，国民革命军总部有规定，被俘军阀，如果愿归故乡或者愿意归队的，将给予路费，尽可能的给予方便，使其安全的到达目的地。什么破政策？我抓到军阀没二话，通通送去见杨某。这就是我们革命军与军阀本质上的区别，也是你这种一介草莽和我们革命战士思想上的差异。可老子不是什么革命军，老子是9道军。不要！不去打军阀，居然敢打我们革命军！我警告你，打！我操！就是来杀你！兄弟们，别打了！就是来打呀！别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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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这个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行了！帮我一把！住手！别打！打就打吧，
居然打我另一条胳膊，谁知好了，2条胳膊都受伤了，没天理！啊！受伤的怎么总是我呀？大哥，你在哪儿啊？哎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呀，为了你！哎呀！别开枪，别开枪啊！革命军刚才打我，你们都看到了吧？我为你们挨2枪了，大哥，快走，快走吧！咱们是一伙的，看什么看？快跑啊！再不跑，他们追上来了啊！他们追上来了！小丑，快走！哎呀，大哥，有伤轻点。哎呀，走啊！别跑！别打了！官大的那个，官大的那个！你们是不是都疯了？国难当头，我们唯一该做的是去打军阀，而不是在这里互相殴斗。他们现在……他们人呢？打回来！今天我要是抓不回来人，我就回来抓你。走，给我追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追！快追，快追！有敌人！开枪！自己人，我是韩有利，是武平上校派我到革命军腹地执行任务的。把枪放下，站出来！别开枪！别开枪，都是自己人。混蛋，把枪都给我放下！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？我从革命军那里逃出来，费尽了周折，你们竟敢拿枪指着我！我这辈子最讨厌的，就是别人拿枪对着我了。还有谁不信吗？对不起，袁司令接到线报，命我们四处寻找你们。很好，
带上这个人。你扶我起来呀！这受伤的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目标出现。 杀掉黄家贤就可以了，不能恋战。我不用你给我下命令。900米。 800米，700米，进入射程。开枪！有情况，隐蔽！我们中马上了。 快走！我要杀了他！再不走，我们会死的。团头头！于队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可把人分开，一队抓军阀。 其他人带着快走，快！黄家贤人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慢点。没事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人要是丢了，可就犯大错了。快去找人，快！那你怎么办？ 我在这儿等你们，你们先去。你们几个去那边，你们两个去那边，其他人跟我来，走。我说你走！你咋知道我会来这儿？我哪知道你会来？我就知道军阀一定会派人来追杀黄大仙，谁知道会是你啊？是老狼让我来的，不是我自己要来的。行了，别解释了，这我还能不知道吗？没时间了，你赶快告诉我杜鹃花究竟是谁？我不知道。那刘子金呢？他怎么样？还没死，但要是不救他，也快活不长了。在那边，跟我来！我会想办法的，赶紧走吧，回去接着做你的本田章。记着有情报，一定要向外传递。走。在那边。跟我来！
人往那边跑了，快追，快追，快跟上，快！你们怎么回来了？黄家贤呢？我们听到枪声，怕你有危险，就赶过来了。是啊，都到黄龙峡了。黄家贤肯定是认识路，八成自己找部队去了。完了，这下全都受处分。于队长，那我们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收队。都给我查仔细了啊！两人一组，分散开啊！他跑不远的。军阀！
了！你受伤了？你给我记着，我是为了救你受伤的。我跟你说，我不领你这个情，等我把这个军阀打死了，你自己找他算账。黄家贤已经被安全送往目的地，我们的任务结束，不要冒险出击。今天已经是第3天了，军阀的子弹快打完了，宽恕他就行。你们快去支援11，另一个逃跑的人很有可能是本田之2那个混蛋，绝不能让他再逃出我们的视线。1班带人向南，2班向北，行动！其他人散开，火力压制，向南搜索，火力掩护。别打了，肯定是跑了。别打了！我问你，你出门执行任务，为什么穿一身队长的服装啊？这你都不知道？穿的官越大，越容易挨揍。你看看你，说什么呢？我这是为了救……哎，行，别跟我说这个了，你还是跟我说说你刚才玩的什么花招啊？你喊11那混蛋，他真的还活着？你怎么骂他呢？他招你惹你了？他把我老舅给害死了，我骂他都是轻的。不，你咋还冒出个老舅？不，你老舅谁啊？啊，楚家寨老大，楚大当家的。到底带不带我们干？你要是不带我们干，就把你拉出去交给军阀了。你当然要干。你告诉我，离你们最近的那个小军阀的地堡在什么地方？什么？你还想打军阀地堡的主意？你是不是活腻歪了你啊？我看你们这大老爷们还不如一个女人呢。这俗话说得好，雁过留个好听的声，人过不能留个挨骂的名嘛。啊，行，老子就弄出个惊天动地的事儿，让你们听听。这么说，我老舅跟你去打军阀了，那后来呢？我老舅咋死的？被秩序军阀扶持的黑帮杀害了。怎么回事？给我杀！那也跟他11脱不了干系。要不是他把我老舅拉出山寨，我老舅能死在外面？你这话说的就没道理了。那你还是我拉进革命军队伍里的呢。你要是出了啥事，是不是也要找我算账？我不一样啊。哎，听你这话，好像你跟11挺熟啊。不是，这事你是从哪儿知道的？我是听别人说的。别人说的？谁说的？哎，你把这人介绍给我认识认识，我回头直接找他问去。哎呀，疼啊！哇！行了行了，别自个大黄牙乱喊了，你就破了点皮儿，你至于吗？我真疼。行了，你回头啊，把你说的那个人一定介绍给我认识，我还想多听听我老舅的事儿呢。啊！老舅是吧？啊，对啊，老舅啊。好，行。好。啊，行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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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给抬走了。来，抬稳了啊。走。
小美人儿，我们又见面了，还记得我吗？大爷的容貌，小女子怎敢忘记？只是不知道大爷的大名怎么称呼呀？哎呀，我叫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大爷还惦记着你呢。啊，那这么说，自打我进城之后，爷就一直跟着我了。既然爷这么惦记着我，想见我，那直接去翠红楼找我不就得了？干嘛还这么麻烦呢？还敢跟我提翠红楼？大爷，我早就打听过了，翠红楼里根本就没你这个人，还想骗老子？你就是沙龙的女人，跟我走一趟吗？去哪儿呀？去哪儿？你说去哪儿？司令部。袁司令，您找我。两件事。第一件事，我本想处死牛四金，但是考虑到你跟他都是从革命军手中逃脱的，他又没有做过对不起北洋政府的事情，所以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。司令，我觉得牛四金这个人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。您放心，我会亲手杀了他。昊天上校，看在我们一块逃出来的份上，您就饶了我吧。我给您做什么都行，我给您当牛做马，我可以给您当书记统。闭嘴！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？好。本田先生，说实话，你身边确实应该有一个勤务兵，有一个能照料你生活的人。那么大的宅院，确实应该有人打理。而牛四金，我认为是个不错的人选，你说呢？这么说，司令让我去挑选勤务兵，不是给您挑的，而是为我自己挑选的。可他毕竟是个中国人，正因为他是中国人，
所以，我才想把他安排在你身边。本田先生不是一直在研究中国的文化、饮食等其他各个领域的课程吗？我相信他会给你带来帮助的，不是吗？谢谢司令，谢谢哈田上校不杀之恩。你们的大恩大德，我们没齿难忘。给我闭嘴！不说，我随时都可以杀了。是。至于第二件事嘛，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冒险一试？本田不惧怕任何事情，只要能够救出藤原代，抓住11，让我做任何事情都可以。好，我想让你冒充沙龙，重新打入革命军的腹地。我不想死，救我！我已经打穿了你的动脉，如果不及时送到医院里抢救，你就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，而且会死得非常的痛苦。求求你，饶了我吧！我不想死。说，你都跟谁说过我的事情？还曾向谁透露过我的身份？没有了。我只不过是想，抓你去司令部里杀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能信任你吗？能。我能饶得了你，但别人却饶不了你。谁饶不了我？那些地底下我死去弟兄们的冤魂，饶不了你。给老狼做密探，就是这样的下场。此次武昌守卫战，我们直系各辅助部队要配合主力部队行动。如果表现出色，我会论功行赏；但是，要是临阵退缩、畏敌不前的人，我也绝不会手软，将其就地枪决。明白吗？明白。下面，
由武平上校给你们各部门分配任务。外面的下属军官也可以进来了。是。督办处1大队由北石洼向南线进攻，负责配合聂远的步兵混合旅团。速查局2大队由我军机械化部队调控，分兵部署在武昌以北的楚河和铜鼓山一带。行动队3、4大队合并到栾凤琴的骑兵第5联队。沙龙不畏牺牲，冒充本田混到军阀身边，他随时都可能杀了老王，但他没有那么做，为什么？就是为了大局着想。我们不能为了报仇而破坏终极任务。那是你们猛虎营的任务，我的任务是杀了那个老混蛋，为我那些因我而死的弟兄们报仇，这样我才对得起他们。你这是自私，我坚信他们绝不会让你拿生命去冒险。你用不着劝我，我答应帮你没错，但是并不代表我放过每一个杀老狼的机会。以上是各部队的任务指令，作战计划宣读完毕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要集结各部。司令，没事吧？司令，抓住他！司令，你们说，谢谢你在危难时刻救了我的命，我更要谢谢你，在我身上安装了护板。可是，为什么会有我军的军官想要杀你呢？他不是我军的军官，一定是皇家先冒充的。上去抓活的。带走。走。你们2个出去吧。你们抓我来这里干什么？我已经活够了，老狼已经被我打死，我已经报仇了。那也未必。怎么，让你失望了？我告诉你，是他，在我的身上安装了厚厚的防弹板，虽然行动起来有些笨拙，但是却救了我的性命。很遗憾啊，你没有完成任务。看到你的丈夫在这里，黄小姐一点都不惊讶吗？你休想骗我，他就是革命军的一个俘虏，叫本田真二，我见过他。虽然说他长得像沙龙，但却跟我的男人差远了。他连给他当条狗都不配。关于沙龙，我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了解。你来的正好。司令，把他交给我吧。既然你说你在革命军驻地见过他，我倒是很想知道，你们见面的那一刻，
他是什么表情？哼，就是一个俘虏，胆小如鼠，都不敢跟我们正视。看到我又能怎么样？最多会把我当成是我的姐姐，一副惊恐的样子。窝囊，愚蠢！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王小姐，你愿意告诉我11的情况吗？我想你多少也知道点线索的。你们休想！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司令小心！司令，他死了。本天爵，你又一次救了我的性命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他们来了，骑在马上的。好像是沙龙，不是好像，肯定是他。但是他为什么戴了一顶草帽？我相信郝提先生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，对吗？为什么还有几个人和他穿的差不多呢？你要是害怕，可以带人先撤，我一个人也能解决他。等他们靠近一点再开枪。如果不是沙龙，我们就前功尽弃了。不能再近了。杜鹃花传来消息，革命军的部队会前来接应。要是他们的大队出现，你再想撤，可就危险了。再不开枪就来不及了。干什么？为什么不让我开枪？这回请让我来。你敢违抗我的命令？不，是司令给我的命令。你说什么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您的任务是顶替沙龙，而不是枪杀他。如果您不相信，回头您可以向司令发报询问。您说的对，再不开枪，就来不及了。你说什么？狙击枪到军阀手里了？那你还等什么呀？赶紧开枪啊！要不然出事了。不是，开枪打谁呀？不都跟你说了吗？谁也不打，咱就吓唬吓唬他们。吓唬打哪儿啊？你废什么话？开枪！上！
够齐全的，长灯弩都准备好了，赶快扔出去。是沙龙吗？是他，但你根本没把他打死。后撤！快抢！来！兄弟，快走！走，快！保护沙队长，别让他们靠近，打退他们！怎么样？走！这该死的鬼差事，给我撤！撤！不要管我，他死了，快带人撤！弟兄们，这回该我们动真格的了，给我往死里打！杀军阀！愣着干什么？想害死我吗？撤！